死对头结婚的第3年，他车祸失忆了，结婚后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看到我手上的婚戒，他语气轻蔑：“谁这么倒霉嫁给了你？”我看了一眼他头上的纱布，心想：我要说是你，真怕你当场脑出血。反正不是你，管那么多干嘛？你什么时候结的婚？3年前。那我当时在干什么？我笑眯眯地说：“你当时给我包了个大红包。”他嘴巴一撅：“切，不可能！这家伙就算失忆了也还是不好骗啊。以我们的关系，他确实不可能给我包大红包。他应该会想在我婚宴的饭菜里下泻药，好让我的婚礼成为史上最大的笑话才对。”看着他呆愣的样子，我伸手捏了捏他的脸：“走吧，跟我回家。”跟你回家？沈幼楚眼神疑惑地看着我，我脑子里快速编了个理由：你们沈家破产了，你知道吗？你现在是我的佣人。醒来后一直强撑着的沈幼楚，此刻终于彻底碎裂开了，做戏做全套。我提前跟家里佣人都打好了招呼，跟他爸妈那边也说好了，为了让沈幼楚安心在家养一阵子，先骗他，免得他操心公司的事情。所以当他在车上还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打电话向他爸妈求证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就是：女儿，咱们家真破产了。他放下手机，眼眶微红，天之娇女的大小姐现成真成了身为分文的穷丫头了。半晌，他才低低地开了口：所以我在你家都做些什么？很多呀，洗衣做饭，端茶倒水，还要给我洗脚。他别过头，看向窗外，冷艳的侧脸看起来十分的落寞，任谁看了都会无比心疼。我心里都要笑疯了，但表面还要装作严肃的样子。要知道，平时的沈幼楚可是高冷霸道的高岭之花，她的人生之路顺遂无比，犹如天之娇女，真龙护体，一路火花带闪电。我曾经断言，要什么时候能看到沈幼楚为我红个眼眶，那应该是在我的葬礼上。这话传到了沈幼楚耳朵里，她笑眯眯地说：想多了吧，葬礼上我只会来给你放鞭炮。现在看到这样脆弱的她，简直爽翻。我一路憋着笑回了家。进门我先去了书房处理积攒下来的文件，等我回自己房间的时候，我突然看到站在我房间里的沈幼楚，面前还放着一盆洗脚水，她正处在我房间里愣神。我看着她手里拿的东西暗叫不好，那是她亲手设计的睡衣。她回头看我，眼神中有一瞬的迷茫：你不是结婚了吗？为什么你房间有我的东西？我笑着上前撩了一下她的头发，凑近了她，她耳尖一红，无措地别过了眼睛。你干什么？我的指尖在她长发上轻轻抚摸着。我结婚了以后，老婆就一直在国外，你也知道，深夜寂寞，我也需要有人为我解决一下生理需求。她闻言，脸上满是震惊之色。所以我是你的小三吗？还是说玩物？更准确，我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话，抬头便看见她垂了眼，眼尾染上一层玉色，声线黯然。玩物也行。我觉得她此刻落寞又可怜，正心想我会不会玩得太过分了呀？沈幼楚是个多骄傲的人啊，一觉睡醒竟然成佣人了，还兼职小三，会不会打击太大了？但下一瞬我就被人狠狠扑进怀里，带着狠厉又义无反顾的意味，吻在了我的唇上，双手解衣扣毫不手软。虽然他失忆了，但这方面的功夫是一点没下降。沈幼楚住了半个月院，我就有半个月没开荤了。这个时候被他吻上，天雷勾地火，迷迷糊糊就缠上了床。他比平时更加热烈，弄得我差点吃不消。借着月色，那双眼睛翻涌着巨大的欲望与侵吞之意。沈幼楚咬我耳廓，语气有些挑衅的意味：喜欢吗？喜欢。我跟你老婆比，谁厉害？这都什么虎狼之词啊！沈幼楚咬了一口我的肩膀，催我回答：大姐，你这让我咋说啊？睡去之前感觉有人紧紧抱住了我，转身拱进我怀里，已经成了他的某种本能。迷迷糊糊间，我听见他说：为什么是他，不是我？第二天睡醒，我下意识去摸身边的人，可只摸到一片冰冷。我瞬间清醒，立刻起了床。当看到楼下餐桌旁那个忙前忙后的身影，我才安下心来。果然习惯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等我坐在餐桌上，沈幼楚和其余佣人都站在一边，我伸手拉他：吃饭了，累了一晚上不饿吗？调戏他的话我真是信手拈来。他表情有点别扭地坐下了，吃到一半，突然有些纠结地问我：你老婆是白凝冰吗？我差点一口牛奶喷出来，但生生忍住。看着他如此失落、神不附体的模样，看来白凝冰还真是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要说起来，白凝冰算是我初恋。上大学的时候，白凝冰是负责接待新生的学姐，可沈幼楚不同，沈幼楚从小就是被长辈拿来跟我对比的范例。我俩因为小时候在郭家家里谁演国王大大的吵了一架，然后就结下了不解之仇。偏偏两个人成长轨迹基本重合，抬头不见低头见，什么事情上都要争高低。我学了油画，他就开始画素描。我说我想上大，他说他能上毕大。最后他拿着比我高30分的高考成绩，跟我在一所大学里相遇。我说他阴魂不散，他说我冤家路窄。大学校园里，我们分道扬镳。我很快被汹涌的人潮淹没，漫无目的之事回头。沈幼楚的容貌和身材让他在人群中鹤立鸡群，格外出挑。我开口想叫住他，却有男生走上前去，问他要绿泡泡。他垂着眸，阳光正好，金光染瞳，话音凝结在口中。我回过了头，不知道那天的绿泡泡他给了还是没给。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白凝冰的。他温和地朝我笑笑，问我：学弟，你是哪个专业哪个班的？他是和沈幼楚完全不一样的存在。我跟他表白是在一次社团团建聚会后，我们去了游乐园。我说学姐，我们来比射箭。那天射箭有送小玩偶，我说你肯定不会有我赢得多。夜幕降临之时，人显得更加温和宽容，夜风拂过他的发，他笑意浅浅，最后肯定是你赢呀，因为我的玩偶都会送给你。我猛然愣住，原来有人这么容易认输，只是因为我想赢。那夜我表了白，而他点了头。白凝冰算是个很好的女朋友，她会给我买好早餐，也会在每次约会的时候为我带一盒我喜欢的甜点。即便学业特别忙碌，要日日泡在实验室，也总会抽空出来给我准备惊喜。若没有之后的事情，或许我跟沈幼楚还走不到一起。想到这里，我忍不住看向了
了他的侧脸，我的态度像是默认。沈右楚没等到我的否认，半晌低低的嗯了一声，我知道了。见惯了他意气风发、桀骜不驯的样子，此时这副受气小媳妇的模样让我有点心软了。那个，其实你……沈右楚打断我，我知道，我只是个小三，没资格管那么多。倔强90度，忧郁看天，不愧是沈右楚，适应能力真是一流。提到白宁冰不过1周，他还真就从国外回来了。他带领着一个团队加入了我的合作公司，在公司见到的时候，他已经完全褪去了大学时代的青涩，变得成熟优雅许多。他抿了一口咖啡，声线还是温柔。王峰，我一直觉得我欠你一句对不起。当时年少，我不理解白宁冰的选择。在他出国的时候，我说我陪他一起，他那时候少有的严肃地对我说：“王峰，我不要你的人生因为我而改变。为什么我不能跟你一起出国？但萧然却可以。你们天天泡在一起做实验，现在就连出国也要一起走。你喜欢上他了吗？”白宁冰说：“因为这是他原本也要走的路。可是你不一样，王峰，你的人生计划里本来没有这个部分。别为了我做这样的决定，我承受不起。年少时候的我执拗又决绝，要么让我跟你一起去，要么分手。后来的故事便是我们分道扬镳。他跟着与他志同道合的萧然一起去了大洋彼岸。我也曾恨过白宁冰，觉得他是因为变了心才这样对我。可后来想想，其实每一个人都很难背负起另外一个人的人生。白宁冰的选择也没什么错。”我笑着摇摇头，不怪你，当时我不懂事。他看着我，眼里闪着莹莹之光。这些年你过得好吗？我点头。他的眸光落在我的婚戒上。我是说幸福吗？我想起了在家的某人，缠着我想跟我出门，被我拒绝后，又像个小媳妇一样缩回了床上，语带忧伤。也是，我是个见不得光的小三。我微微一笑，很幸福。白宁冰的眉宇中闪过一丝失落，沉默片刻才重新开口。其实我知道你在跟我分手2个月后要闪婚的消息，我有想过回来找你，但那时已经来不及了。我总觉得是我让你做了如此草率的决定。也许……他说到此处，抬眸看我，澄澈的眼神中带着某种试探与坚定，一切都可以拨乱反正。他的话让我有些慌乱地弄翻了咖啡，滚烫的液体让我惊了一下，手背立刻红肿一片。白宁冰猛然站起来抓住了我的手，哐当一声，一无落地的声音从门口处传来，开着的门缝后面露出一张美丽娇俏的脸。完蛋，是我那失了忆的倒霉老婆。从沈右楚的眼神处望过来，正是白宁冰拉着我手，我俩含情脉脉，互诉衷肠的样子。他的眼眶弥漫一片红意，漂亮的唇绷成了一条直线，渲然若泣，楚楚可怜。从他的立场来看，现在就是一个靠着美色上位的小三撞到了正房回宫，他不得不忍气吞声的剧情。他阴哑开口：“打扰了。”转身便走。哎，沈右楚，我立刻抽回了手，起身去追。大长腿跑得真快，我小跑了2步才在电梯口抓住了他。员工们都假装工作，实则眼睛耳朵都注意着我们这边的八卦。我追了他一路，此时火气有点上来了，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将他掰过来。我说你，剩下的话在喉间卡住。他通红的眼眶，委屈的神情猛然击中我的心，那点小火气一下子偃旗息鼓。我下意识伸手捧住了他的脸。哎呦，怎么回事啊？委屈坏了。他挥开我的手，你老婆回来了。我走。别啊，你听我说。我寻思要不我招了吧，你他妈才是我亲老婆。虽然这柔弱不能自理的小模样我是挺稀罕，但看他这么难受，我心里也有点不得劲了。其实你才是我。右楚，好久不见。白宁冰这个时候也追了上来。白宁冰伸出手，沈右楚看了一眼他伸出的手，刚才的委屈神情已经敛了起来，重新变得冷漠又傲气。体面，哪怕做小三也要体体面面的。他伸手跟白宁冰回握，好久不见，学姐。表面一切都好，只是沈右楚跟白宁冰握住的那只手用力到骨节发白。白宁冰有些疑惑，毕竟他都跟我分手4年了，没必要还这样吧。但他还是发出了邀约，一起吃个饭吧。于是我们3个人就这么不尴不尬地坐在了同一张餐桌上。说起来，大学时代自从我跟白宁冰谈上恋爱了以后，沈右楚就很少出现在我视野里了。有次回家我跟他碰见了，他靠在车边问我：“你真喜欢他吗？不然呢？难不成喜欢你？”我哪里比不上他，哪里都比不上。月光洒在他的眉眼，显得有些寂寥。他淡淡的嗯了一声，转身上车，扬长而去。之后我俩就很少碰到。以前总觉得冤家路窄的2个人，原来当有人不刻意碰面的时候，就真的遇不到了。为了尽地主之谊，我让白宁冰先点菜。他报出几个菜名之后，沈右楚的眉眼变得更加冷漠。你不知道他现在不爱吃辛辣的东西了吗？白宁冰递菜单的手一顿，然后说：“抱歉，我不太清楚，所以你根本就不关心他。”饶是白宁冰这种说话八面玲珑的人，此刻也有点懵了。白宁冰心想：不是，我是他前女友，你才是他老婆呀，我怎么关心他？而沈右楚看着白宁冰错愕的表情，更加怒意上头，好像在说：这么不关心我的人，居然能跟我结婚，而不是他跟我结婚了。所以你这些年都在国外？白宁冰点头：是的，在国外带一个团队，现在一切成熟了才回到国内。在你心里，是工作更重要，还是他更重要啊？这个你知不知道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话到此处，我也有些惊讶了。不是，我怎么过来的？转念一想，在沈右楚现在的视角里，我是一个老婆常年在外，还丝毫不关心我，害得我只能独守空房，不得不找小三温暖我的留守丈夫形象。听起来确实有点惨。白宁冰也懵懵的，好像不是很清楚，对不起，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我赶紧给他夹菜，力求以食物堵上他的嘴。沈右楚看着我的动作，表情复杂的思索了片刻，突然他眼神中迸发出一抹亮光，看得我心里一惊，他又要干嘛？然后他开了口：所以你这样注定会失去他，比起你，他现在更在乎的是我。我终于懂刚才那抹亮光是什么了，原来是小三挑衅原配的自信啊。白宁冰一头雾水，满头问号。偏偏沈右楚现在打定了主意要小三上位，一个劲儿的在桌上给我加水加菜，还十分主动的用餐巾纸给我擦嘴。白宁冰淡定的看着我们夫妻狂秀恩爱，但我觉得他此刻心里应该觉得沈右楚
楚挺有病的。告别之际，沈右楚去取车，白宁斌跟我说，我本来担心你现在过得并不幸福，当时只是分手了一时头脑发热，才跟他结婚的。现在看来你们很好。我笑了笑，他最近生病了，有点不正常，但我们确实很好。白宁斌弯了弯嘴角，王峰，其实这次回来我一直很纠结，既怕你过得不幸福，又怕你过得太幸福，但现在亲眼所见了，还是觉得你幸福，我会更为你开心。我假装听不懂他言语中的失落，笑着跟他摆摆手，如你所愿，我真的没有因为你改变我的人生轨迹，我们都有了更好的生活。回家路上，沈右楚看见白宁斌没跟我们一起，微微松了口气，但在下一刻又不满起来。他回国了也不回家陪你。我点点头，他蹙眉，这样的老婆你要来干什么？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但刚回到家他就扑到我怀里，给我拽到了床上，铺天盖地的吻旋即落下。他口齿不清，却蕴含着浓浓的不满。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为什么不跟他离婚？我还真想了想这个问题，回答他，因为他不跟我争输赢啊，不像某个讨厌的家伙。他的动作顿了顿，漂亮的眼眸有一瞬的难过。那我也不跟你争输赢了，不行吗？在过去的20几年里，我想都不敢想沈右楚会用这样的神情跟我说出这样的话。我现在的震惊可以用惊掉下巴来形容，失忆真是个好东西啊。他说完有些不好意思的看我的眼睛，俯下身吻我的耳朵，拉着我的手摸过他的身体。我身材没有他好吗？还是我长得没有他好看？还是他的手领我摸到了身下，我老脸一红，直接翻身将他压下。雌竞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又直接。过了几天，我又带他去医院复查了一次，医生检查完跟我说，他脑内的淤血快散完了，估计再过几天淤血化开以后，失忆的症状就会消失了。我听完心头涌起一股淡淡的忧伤，柔软好欺负的沈右楚要消失了，好不舍。他察觉到我的目光，回头看我，怎么这副表情？我的情况很不好吗？我摇摇头，挺好的，就是你当不了我几天小三了，你马上又成我老婆了。沈右楚钻到我怀里紧紧抱住我，心想他老婆回来了，他真的不要我了。我感觉抱着我的人用力收紧了手臂，像抱着不愿遗失的最后一捧火种。过几天举行了一场关于新合作项目的发布会，白宁斌作为合作公司技术部团队的主管也来了现场，媒体提前已经入了场。我上台接受采访之时，全程现场直播，我应对得宜地回答了媒体所有的问题。为了给新项目造势，媒体在最后还询问到了感情轶事。王总和您老婆也是商界有名的恩爱夫妻，不知道这次项目合作的拍板有没有跟您的老婆做一个商议呢？这个恩爱夫妻的名头提起来有些可笑，那好像是我跟沈右楚结婚的第2年，因为参加一场宴会，那晚下着雨，车停在院内，要走进去还有50米的距离，我将沈右楚抱在了怀里，沈右楚一手勾着我的脖子，一手举着一把黑伞，依偎在我怀里。那张相片被人拍下来放到了网上，配上宿命感 BGM， 我俩在网上火了一把。后来被人扒出来原来我俩的身份，网友磕生磕死，说原来豪门真的有爱情。而那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其实是，你抱我进去，你腿断了呀，要我抱，老娘鞋子不能沾水，你抱不抱？你不抱我让小张抱，小张是我们的保镖。我无奈先下了车，迎着风雨将他抱起，而他顺手为我撑起一把雨伞。想到沈右楚，我嘴角微微翘起。我老婆确实也有帮我出谋划策，其实不管是生活上还是事业上，她都给了我很多建议和帮助，我很感激她，也很爱她，几乎是不假思索的一句话。讲完我才克制不住的感觉到心底涌出一丝后悔，不知道沈右楚恢复记忆后能怎么揶揄我。我略微叹了口气，好不容易撑到直播结束，一拿手机发现家里的电话都快打爆了，我心一惊，李妈很少会给我打这么多电话。凑过来的助理也是一脸焦急，王总，沈总他失踪了，失踪。我赶紧给他打电话，发现已经关机了。李妈说家里附近都找过了也没有人，我当即决定要赶紧回去。助理叫住我，王总，一会儿还有一场跟合作公司的聚餐，帮我推掉。可是我来不及听他讲完，便火急火燎的飞奔回家。李妈赶紧迎上来说，沈总当时不知道怎么的，在电视上看完直播，发了好一会儿呆，然后就出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我皱了眉头，赶紧思考他可能会去哪里，应该没有去找他爸妈，否则二老肯定会给我打电话。他姐妹那里也没动静，还会在哪里呢？我在家急得转了2圈，突然脑中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地方，一个秘密基地。我赶去的时候，他果然在，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秋千上，显得十分寂寥。我不自觉放慢了脚步走到他身前，拉他的手，被他躲开。你不跟他离婚，是因为你真的很爱他对吗？你对我其实没有一点喜欢，就只是单纯当我是个工具，对吗？沈右楚垂着眼，眼里的哀伤快成具象，有什么模糊的东西在我心里变得清晰。他此时的记忆停滞在21岁，所以跟我一样学画画，是想跟我一起出去写生对吗？比我高考多了30分还是来得大，也是因为想跟我上同一所大学是吗？我有些强硬地抓住他的手指，你喜欢我是吗？有泪凝结在眼里，他看着我，我不能再喜欢了。王峰，你根本就不喜欢我。话音以带哽咽，我心间蓦然一酸，走过去将他的脸埋入我胸前。沈右楚的手揽住了我的腰不肯松开，有温热的泪沾湿了我的衬衫。他说，我到底该怎么办？怎么办才能不这么难过？我的手安抚地摸着他的长发，小声哄他，回家吧，跟我回家好不好？沈右楚仰头看我，眼尾还带着哭过的薄红，嗓音阴哑，那里不是我的家。说着抬手擦了擦眼泪，你放心，我会离开的。其实我话没说完，就被沈右楚猛地用唇堵上了，将累得睡着了的沈右楚抱回家中。第2天阳光正好，我伸了个懒腰，美美的醒来，怀中的人身上温软好闻。我摸了摸他的脸蛋，闭着眼说道，早安小宝贝。早啊，沉稳利落，这个语气不太对劲。我倏地睁开了眼睛，沈右楚一手支着头，一手慢悠悠地在我的胸膛画着圈，与我对视上。他弯了弯眼睛，秋水剪瞳，凉意进骨，这个感觉完蛋。我立刻起身想跑，又被他一把拉住，你跑这么快，是怕老婆突然回来看到我这个小三吗？小三这2个字咬得又重又狠。我嘿嘿一笑，老婆，你恢复记
记忆了，我想死你了，少平，你干了什么你自己清楚。我干什么了？我可是在你生病期间寸步不离的照顾你。倒是某些人，原来早在那么早之前就对我情根深种了呀。听我讲到这个，沈幼楚神色有些不自然起来。可把你美的，果然之前那个软萌好捏的沈幼楚消失了。我重新怀抱着她，一起在床头说着话。那你当时怎么不跟我表白？沈幼楚语气酸溜溜的。你当时不爱着你那好学姐吗？哎，你可别吃她醋了，要不是她，咱俩不一定那么快结婚呢。怎么说？其实我在分手之后有过一段挺痛苦的时期。我喝得烂醉如泥，瘫倒在台阶上的时候，视野里突然出现了一张脸。沈幼楚伸手摸我的额头，有病。我少有的平静，挥开他的手。沈幼楚，我的爱情死了，你懂不懂啊？他在我脑袋上方蹲下来，不就是爱情死了吗？有什么的？说得挺轻松。我一觉睡醒的时候躺在自家的床上，我妈进来问我昨晚怎么回事，喝得烂醉。小楚送你回家的时候说你在外面追着咬他后脚跟，这是造谣，这纯属造谣。但我脑海里瞬间浮现出了沈幼楚那双带着戏谑与嘲讽的眸子，在黑夜里带着浅薄笑意跟我说，不就是爱情死了吗？有什么的？说得挺轻松，那就让你的爱情也死一死。我一把抓住我妈的手说，其实我喜欢沈幼楚，你去提一下跟沈家联姻吧。沈家父母可是很喜欢我的，多半很愿意，这不得给沈幼楚恶心个够呛，不得在家一哭二闹三上吊。我笑眯眯的在家等着沈幼楚崩溃的大好消息，结果1天后沈家回话同意，婚礼什么时候办？我手里的水杯应声落地，玩脱了，真玩脱了。那怎么办？我让我妈提的联姻，然后我又说我不干了，那不得被沈幼楚笑成狗。晕晕乎乎的到了婚礼现场，交换戒指的时候我才回神，问他你怎么不拒绝？沈幼楚表情闪过一瞬间不自然，你不是想恶心我吗？他恶劣的扯了扯嘴角，在我耳边轻声说，我看现在谁恶心谁，你到时候要是哭着闹着要离婚，我可不会同意。正好对上神父宣誓词的背景音，无论富裕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我们将彼此相爱，直到永远。我捏捏他的手臂，问，所以是不是得谢谢白宁冰？他嗯了一声，勉强说得过去。沈幼楚起身穿衣，我看着他的背影，曼妙动人，阳光从窗外洒进在他身上，更加肤若凝脂，光滑细腻。我不由得走过去揽住他的腰。有个问题突然浮现，喂，大一刚开学的时候有个男生问你要微信，你给了没啊？沈幼楚听完嘴角一弯，不告诉你。而当时的沈幼楚指向了人群中我的背影，看到了吗？那是我喜欢的男孩。全文完。